玩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，真笑，不要玩。这是女人第一次下海经商，此时她正摆好姿势伺候男人，不料原本3分钟结束战斗的交易却迟迟无法结束，只因客人是个变态中的变态。为了满足身体上的先天缺陷，他不停挥舞皮鞭抽打女人，但很快就因体力不支放下了皮带。女人以为噩梦已经过去，不想对方却用点燃的香薰继续使坏。女人忍无可忍，一脚将其踹开，结果刚逃出虎口，老板就走了进来。男人见状上来就投诉女人服务不周，老板听后急忙舔狗似的赔礼道歉。可男人作为官二代根本不放在眼里，甩出800块餐费就离开了这里。老板一看女人得罪了自己的财神爷，将其按在床上就是各种暴击。弱小的身躯哪能经得起这种折磨？为求自保，他像狗一样跪在地上，希望姐妹们能帮自己说2句好话。不想等来的却是各种冷漠和嫌弃。就在这时，老板也追了出来，想到自己丢失的大客户，他怒火冲天，薅起女人的头发就再次暴力发泄。妈的！等他再松开手时，女人早已断气，只有那双死不瞑目的猩红血眼还散发着诅咒的气息。回过神来的老板意识到自己闯了祸，为了毁尸灭迹引人耳目，他直接将尸体拦腰掰断塞进冰箱，而恐怖之事也从这一刻拉开序幕。刚刚强行合上双眼的尸体，只是一转身的功夫就又睁开了死神之眼。很显然，他已不再是一具简单的尸体，而是在冰箱这个特殊棺材里进化成了凶残的红衣女鬼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房间却燃起熊熊大火，很快就焚烧了4楼整个鸡舍。因为死伤惨重，此事立马引起了警方注意。可警方在调查后却发现这是一起意外事故，至此这起火灾也就慢慢没了音信。贪心的大楼房东以为风声已过，就关停了4楼电梯，至于其他楼层则照旧对外出租，却不知女鬼怨念深重。从那以后，大楼里每晚都会有租客离奇而死，一度成为了无数人的午夜噩梦，更有人称它为台湾最凶的猛鬼大楼。可是超低价的租金还是吸引了无数口袋干瘪的草根一族。转眼来到20年后，这天晚上，一个外卖小哥来到猛鬼大楼送订单，因为先前的闹鬼传闻，他迟迟不敢上楼。就在他徘徊等待之际，一名租客却从天而降，而且好巧不巧地砸在他的身上，血腥画面让人惨不忍睹。警察第一时间赶来收拾残局，然而见怪不怪的租客们只知抱怨，却无一人搬离这个鬼地方。这时，一个女租客抱着女儿出来看热闹，不想地上的诡异娃娃却引起了女孩的注意。她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捡，却与一个鼻青脸肿的鬼男孩四目相对。母亲听到刚才的跳楼事件，心生恐惧，捡起娃娃后就抱着女儿回了家，却不知家中竟多了一个不速之客。毫不知情的母亲沉沉睡去，等她再醒来时，女儿已不在身边。女人以为孩子贪玩，便来到客厅寻找，却发现他正魔怔地踩着易拉罐，就连表情也变得相当瘆人。不管母亲怎么呼喊，都没有任何反应，俨然一副鬼上身的恐怖。此时，另一位女租客小智正准备回家时，突然在无人居住的4楼看到一个红衣阿飘，她顿感不妙，急忙扎起马尾走位做法。恰好这一幕被正在值夜班的保安看在眼里，出于好奇，他便偷摸跟踪对方来到了家门口，结果却因踢翻酒瓶而暴露了行踪。面对小智的强势追问，保安只好老实交代，原来他叫邵军，是个落魄的灵异小说家，之所以来这里当保安，就是为了趁职务之便探索鬼天煞闹鬼的真相，将其编写成恐怖鬼故事割新鲜韭菜。因为从监控里看到小智做法的画面，邵军断定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捉鬼大师，再加上小智是这里的老租户，介于此，邵军就想从他口中打听当年火灾的实况，等事成之后再分他一半稿费。小智一听如此好事，便带他来到了尘封多年的4楼。由于常年无人居住，这里已是破败不堪，小智告诉邵军，这里以前是个风花雪月之地，母亲为了养活自己，自愿成了其中一员。可没多久，他却引火自焚，导致300多人被困，20多人死亡的重大火灾。小智表示，母亲一直很爱自己，所以他不相信母亲会自焚。为了弄清母亲的死亡真相，同时也为了和母亲再见上一面，年纪轻轻的他就拜师成了一名通灵法师，并潜伏在鬼天煞，一面安抚亡灵，一面等待时机。而邵军从监控里看到小智做法的画面，其实就是他安抚红衣阿飘的具体实操。说话间，两人又从4楼鬼屋回到了小智房间。就在这时，小智好似感应到了什么，急忙向着女邻居的房间冲去，同时附在小女孩身上的小鬼也露出了恐怖面相。不是我妈妈，你不是我妈妈。还好小智及时破门而入，使出杀手锏。没了小鬼的作妖，女孩又安详地睡了过去。小智则趁着和女邻居告别之时，将小鬼暗示了出来。一番询问得知，小男孩就死于多年前的那场大火。他之所以守在这里不愿离开，就是想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。奈何自己现在变成幽魂，母亲根本看不见。
于是他就想附在小女孩身上去寻找母亲。听到男孩的夙愿，小智决定帮男孩一把，于是便让他附在了自己身上。有了小智这个肉身做媒介，男孩很快就找到了以捡废品为生的母亲。就此阴阳两隔了20多年的母子也终于相见。看着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孔，男孩希望她振作起来，好好生活，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离去而郁郁寡欢。说着就帮母亲采完了所有易拉罐。因为心愿已了，男孩就此消散。同时母亲也释然了许多，她将小智抱在怀里，除了无尽的感谢，很多的则是对儿子的不舍和思念。男孩的寻母经历勾起了小智寻母的初心。当天晚上他就梦见了母亲自焚的场景。奇怪的是，梦境里除了母亲，还有之前看到的红衣阿飘。第二天，小智找到师傅谈及此事，师傅听后深感不妙。他觉得小智所以一直无法见到母亲魂魄，应该就是那个红衣阿飘在从中作梗。现在他出现在梦里，说明小智已经被恶鬼盯上，现在必须时刻做好防范。说完，师傅就将自己的护身佛珠送给了小智，并叮嘱他一定要带好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可杀人如麻的恶鬼怎会善罢甘休，一到午夜时分就会出来害人。这次他盯上的是鬼天煞里的女租户小婷。小婷是个月月金光的上班族，迫于生计，他搬到了这个廉价的猛鬼大楼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欠下了好几个月的租金。今天又是累得像狗一样的一天，没想到刚走进电梯，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子就出现在眼前。听到对方嘴里不停嘟囔，难怪你那么晚回来，我家以前也有养猫，但它后来变得一点都不可爱。小婷以为遇到了鬼，电梯一到就立刻冲了出去。就在他以为安全时，那个老色鬼房东又幽灵般贴了过来，还答应他玩一次就免一次房租。没等小婷做出回应，房东就开始了熟练的耍流氓行为。小婷苦苦挣扎却无济于事。就在房东即将得逞之时，监控里却传出一阵不和谐的驱赶声。房东一看事情暴露，只得不情愿地撒手离开。没想到他前脚刚走，那个红衣女鬼就从监控里冒了出来。此时房东正因兽性无处发泄而四处谩骂，不想刚上车，小婷就面无表情地跟了过来。他以为妹子已经改变主意，一脸坏笑，结果下一秒，奇怪的是，空无一人的电脑上却自行将这个真实事件记录下来。洗完澡的少君看到屏幕上多出的文案，诧异不已。他以为自己得了间歇性健忘症，就打算关机休息一下。殊不知那个红衣女鬼就站在电脑前，少君全然不知，关掉台灯，准备好好睡上一觉。不想静止的钢珠却自行摇摆，少君好似感觉到了什么，急忙打开台灯查看，结果却连个鸡毛都没看着。另一边被附身的小婷在红衣女鬼的控制下，径直来到废弃4楼寻找当年的肉身。就在他打开那个当年存放尸体的冰箱时，被小婷喂养的流浪猫却突然窜出，手被划破后，红衣女鬼被迫离开。同时小婷也陷入昏迷，躲过一劫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身处4楼，害怕不已，便猫手猫叫的准备离开。不想一回头，那个女鬼却乍现眼前。一阵短暂的追逐之后，小婷成功来到电梯前，结果电梯门刚打开，小智又突然出现，连接的惊吓直接就将小婷吓晕了过去。通过对方的慌张模样，小智知道他看见了脏东西，于是就将其带回家驱邪。在咒语的作用下，小婷很快恢复了正常，但她却对刚才的事毫无印象，只知道自己一觉醒来就来到了4楼。小智闻言断定他是被鬼附身，便通过催眠术让他回忆4楼所见。在小智的催眠暗示，小婷听出了一个女人以及一个方框，意思就是女人被困于方形空间，但此时的小智并不知道其中含义。为了不让小婷再被那些孤魂野鬼纠缠，小智便将一个护身符送给她保平安。完事后就准备乘电梯回家，不想却在里面与那个疯子偶遇。可对方一看到小智就害怕的连连躲闪，5楼一到就麻溜的跑了出去。小智没有理会，径直来到顶楼放风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写小说的少君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键盘又自己动了起来。一个人的背影在什么地方看起来最弱小？答案是顶楼。少君顿感不妙，急忙向楼顶冲去。此时楼顶的小智正在端详和母亲的合影，不想那个红衣阿飘却突然出现。小智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去，只见那个疯子男早已站在身后，他举起晾衣杆对着小智就往死里打。还好少君及时赶到，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疯子哥见来了帮手，直奔5楼老窝。小智和少君则尾随其后一路追赶。妈的死定了！在疯子男的房间里，小智看到墙上挂满了自己的照片，可见疯子男早已跟踪小智多时。那他为何要跟踪小智呢？原来当年4楼的大火殃及到了5楼，疯子男的父母不幸被烧死，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。
好在他并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装疯卖傻术士在调查真相。经过多年努力，他发现小智竟是当年自焚者的女儿，于是疯子男就开始寻找时机想杀死她。但在小智的潜意识里，母亲根本不可能自杀，他觉得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，便将大火中丧生的死者亡灵供奉在家中，目的就是趁安抚亡灵之际调查母亲的自焚真相。事后小智又和少君谈论起小婷被鬼附身一事，小婷被催眠后曾说那个女鬼在一个方形空间里，两人立即查看当年火灾的相关新闻，报纸上写道当时现场共找到20具尸体，可警方却对外宣称只有19具，那警方为何谎报军情呢？原来冰箱里还有1具女尸，她早在火灾发生之前就已经死去，再加上火灾带来的不良影响，为了防止女尸案继续发酵，政府出于舆论压力便将此事隐瞒了过去。由此可见，冰箱里的女尸就是频频出来害人的红衣女鬼。那为何她能现身，母亲的魂魄却迟迟无法现身呢？就在小智纳闷之时，少君却变成了另一副面孔，他自称是小智的母亲，想要小智来到身边。你是谁？小智，我是妈妈，我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？小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冒牌货，直接就亮出了师傅赠予的佛珠。你根本就不是我妈！邪罪被驱走，小智也随之晕倒在地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少君又换成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他说自己才是真正的母亲。为了证明自己，少君抬起左手，露出了掌心的那颗母女痣，刹那间母亲恢复了原本的模样。小智看到母亲现身，赶紧询问她自杀的原因和冰箱里的那具尸体，对此母亲却闭口不谈，只劝小智赶紧离开。可小智非但不走，还强烈恳求母亲说出真相。母亲被逼无奈，只得将往事如实说出。当年他在机场上班时结识了一个女孩小红，两人情同手足，每天腻在一起。可小红却因技术问题长期接不到客人，导致他欠下了巨额债务。小智母亲一听此话，直接就将自己的客人介绍给了小丽，不想这个客人却是个极端老变态，只为听女人的各种惨叫。而小智母亲早就知道客人的变态，所以才将他推给了小红。但听着小红的惨叫，他心里也不是滋味。此时小红已经被折磨得浑身是伤。为了快速逃命，他踢开男人向外面跑去，结果却被老板吓得再次折返了回去。老板得知小红照顾不周，秒便舔狗道歉，可对方根本不鸟他这一套，甩出一沓票子后就离开了这里。老板知道得罪了大财主，便将万丈怒火发泄在小红身上。小红则趁老板不注意溜出去，祈求其他姐妹的同情和帮助，然而这些人却全都视而不见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求助小智母亲，可对方也同样不敢开门救援，只能躲在门后左右徘徊。就在他下定决心开门施救时，却与气头上的老板四目相对。出于胆怯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好姐妹被拖走。为了不听到那刺耳的惨叫，小智母亲便用酒精来麻痹自己，很快他就因不胜酒力而昏睡了过去。而老板经过一番暴力输出后，竟然将小红活活掐死在了床上。事后他又将尸体塞进冰箱掩盖罪行，不料脚下一滑，正好撞在冰箱上，不省人事。虽然小红已死，但是那股怨气却留在了人间。为了报复这些见死不救的恶人，他将熄灭的蜡烛重新点燃，烧死了4楼妓院所有人。原来这才是当年火灾的真实内容。随着故事的结束，小智母亲消失不见，少君也恢复了意识。这时3楼的女邻居因为闲来无事，正在观看直播带火，不想直播间里却出现了诡异一幕。同一时间，小智也收到了母亲的提示，大概意思就是小红正因为当年的事报复社会，她要杀光这里所有人，现在这里不安全，应该赶快离开。小智哪舍得抛下母亲，带着少君就直奔4楼而去。作为驱鬼大师，他必须尽快为民除害。不料这一举动正好中了对方的奸计。就在小智打开冰箱查看时，冰箱却自己弹开，接着一个比楚人美还要恐怖的女鬼就从里面站出。她不是别人，正是女鬼小红。只见她一个转身就将少君推出100米开外。由于她害人无数，怨气也达到了巅峰，以至于师傅给的救命佛珠也无法降服。还好母亲鬼魂跑了出来。原来小红费尽心思想要杀小智，就是为了报复当年小智母亲的见死不救。小智母亲表示自己当年也是身不由己，唯一的女儿小智还小，她担心顶撞老板断送了经济来源，所以才选择装聋作哑。虽然自己已经死去，但却从未忘记当年的过错，所以20年来他一直驻守在鬼大厦，不愿投胎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感动天地和鬼闺蜜，携手去天堂相聚。此时的小红终于领悟了对方的良苦用心，但她的身体却燃起熊熊烈火，
因为罪孽深重，他将被打入地狱。小智母亲想到自己曾抛弃过小红，为了不留下遗憾，便冲上去抱住小红，上演了一场姐妹情深的催泪大戏。我救不了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看到两人冰释前嫌，导演只好安排一场原地成仙的雾化特效。因为恶鬼被感化升天，猛鬼大厦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祥和与太平。电影结束，少君的《鬼天煞》如期发布，而新书的宣传地就定在了鬼天煞的4楼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我是熏刀客，很开心呢，今天来到网狗的频道来宣传我这一次的新书《鬼天煞》，希望大家会多多喜欢。